你知道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的动物是什么吗？你以为恐龙真的全部灭绝了吗？你知道吗？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地球上曾经发生过5次生物大灭绝的事件，其中恐龙就是在地球的第5次白垩纪生物大灭绝中消失的。每一次生物大灭绝都会导致地球上约80%的物种永远消失。然而我们人类出现后，只能通过一些化石去了解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些远古生物。然而让人震惊的是，在科学家对古生物化石的研究中，竟然意外发现，其中一些几亿年前的动物，直到今天为止，可能仍生活在地球上，只不过数量稀少，一直没有被人类发现。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至今仍然生活在地球上的10种远古生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古老的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喙头蜥。喙头蜥也叫大蜥蜴，这是一种生活在新西兰小岛上的一种特有的爬行动物。虽然它们的外形与蜥蜴类动物非常相似，但它们实际上并不属于蜥蜴类，而是独立的一个物种。喙头蜥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在这个时期，地球上的大陆还没有被分开，陆地板块都连接在一起。现代人类称当时的大陆为盘古大陆。曾经的地球霸主恐龙就是在三叠纪时期出现的，也就是说喙头蜥出现的时间可能比恐龙还要早。这种动物很有可能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多达2亿多年，直至今日它们仍存在于地球上。现如今它们仅生活在新西兰的一些小岛上，它们的体型要比普通的蜥蜴类动物要大。喙头蜥的最大体长可达80厘米，体重大约仅为2斤左右。它们喜欢活动在一些洞穴中，主要以一些昆虫和一些软体动物为食。这种蜥蜴的体温可能是所有爬行动物中最低的，它们一天的体温都在5到11度之间，而大多数爬行动物的体温都在20度左右。过低的体温导致喙头蜥的新陈代谢减慢，也正是因此才会使得它们的寿命长达100多年。好，第9个，鳄鱼。鳄鱼想必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它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鳄鱼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远古生物，它们的祖先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距今它们可能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约2亿多年，而且它们的外观至今为止与远古时期的鳄鱼除了体型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比如生活在白垩纪晚期的恐鳄，这种鳄鱼的体长可达10米以上，体重估计可能超过了8吨以上。这种大型鳄鱼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并且它们还会以一些小型恐龙为食。人们根据化石发现，远古时期的鳄鱼与现代的鳄鱼从外观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差距。除了恐鳄，还有一种生活在白垩纪早期的一种名为帝鳄的大型鳄鱼。这种鳄鱼生活在距今约1.1亿年前，它的化石发现于撒哈拉沙漠。在1.1亿年前，撒哈拉沙漠其实并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在当时这里可能还是一个热带平原，上面散布着湖泊、河流以及各种植物，是一个非常适宜动物生存的地方，而帝鳄可能就生存在这里。第8个，宙塞鲨。这是一种分布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一种深海鲨鱼，它们通常都生活在靠近海底水深500到1500米的区域。这种鲨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3亿年前的石炭纪时期。在这个时期，地球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森林，当时的气候温暖潮湿，使得地球上的植物得到了大规模的生长。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地下煤炭很多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植物所形成的，也正是因此人类才将这一时期称为石炭纪。而宙塞鲨的祖先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的。通过动物学家对宙塞鲨的研究发现，它们的身体内具有很多原始的解剖学特征。这种鲨鱼的体长可达1.9米，由于其多数都活动在较深的水域，比较少见，因此想要深入观察的难度相对较大。所以至今为止，人类并没有完全了解宙塞鲨的所有信息，多数人只知道这种鲨鱼长相怪异，并且极其罕见。第7个，三眼恐龙虾。这是一种生存能力极强的物种，三眼恐龙虾也叫蝌蚪虾，这是一种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一种后虫，在我们国家的黑龙江以及南方的一些水稻田中都有分布。这个家伙最早出现在距今3亿年前的石炭纪时期，跟远古时期的三叶虫有一定的联系。之所以说它们生存能力极强，是因为这个家伙从石炭纪出现至今，它们经历了地球上的3次物种大灭绝。要知道，在地球上曾经发生的每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都会导致全世界大约80%的物种灭绝死亡，而三眼恐龙虾这个物种竟然连着3次都没有被灭绝，并且完好的延续至今。它们的种群还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生存能力极强。这种三眼恐龙虾的体长最长可达10厘米。之所以被称为三眼恐龙虾，是因为这个家伙长有3只眼睛，并且它们经过了恐龙时期并没有绝迹，因此才被称为三眼恐龙虾。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家伙至今为止，它们的外观完全没有进化。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三眼恐龙虾与生活在距今约2.5亿年前三叠纪时期的三眼恐龙虾的外观是一样的。更强悍的是，这个家伙的寿命虽然仅有90天左右，但是它们的治愈期至少可达25年。也就是说，它们产下的卵只要保持在干旱的环境下，等到25年后再将它们的卵丢到水里，它照样可以正常孵化，非常强悍。第6个，七塞曼。七塞曼也叫七星子，它比恐龙更早出现在地球上。距今，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约3.4亿年的时间，并且外形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人类已知的七塞曼的种类大约有30多种，其中有一些七塞曼主要以浮游生物或者泥土中的有机物为生，而另一种则是靠寄生，利用嘴巴吸附到其他动物的身上吸食血肉为生。特别是吸食血肉的七塞曼，它们的嘴巴非常恐怖。这种七塞曼的嘴巴呈圆筒形，并没有上下颚，看上去整个口腔与人类的眼睛非常像。在这个圆筒状的嘴巴里布满了锋利的牙齿，它们就是利用这些牙齿牢牢地吸附到其他动物的身上去吸食血液。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喉咙里还长有一种腺体，可以向外分泌抗凝血剂，以此来防止猎物的血液凝固。一旦被这个家伙咬上，大多数动物都很难甩得掉它们，因为七塞曼会利用满嘴的牙齿牢牢地扎进猎物的肉里，任凭猎物剧烈摆动，也不会轻易将其甩掉。只有当七塞曼在宿主身上停留几个小时之后才会离开，非常可怕。好，第5个，大鲵。大鲵就是我们俗称的娃娃鱼，你知道吗？娃娃鱼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远古生物，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约3.6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期。这个家伙很有可能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两栖动物之一。成年娃娃鱼的体长最长可达2米以上，它们一般都栖息在一些海拔100米以下的溪河、深潭内的岩洞以及石头洞穴之中，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不过数量非常稀少。娃娃鱼虽然看上去并不可怕，但实际上它们非常凶猛。要知道，野生的娃娃鱼在它们的栖息地内属于顶级掠食者，它们的牙齿虽然不大，但是非常尖锐且密集。娃娃鱼的咬肌非常发达，猎物一旦被它们咬住，通常都很难逃脱。它们进食的时候嚼都不嚼，就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再有就是这个家伙即便是1年以上不进食，仍可以存活，生存能力极强。好，第4个，枪鲫鱼。这种鱼可能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4亿多年。最早的枪鲫鱼化石是在19世纪被人类发现的，当时科学家认为这种鱼在白垩纪末期就已经灭绝了，但是直到1938年，人们又在非洲南部近岸重新发现了这种鱼，才得知它们仍存活于地球上。枪鲫鱼分布于印度洋的深海中，这种鱼的体长可达2米，体重可达180斤。它们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雄性的枪鲫鱼通常到了60多岁才会达到性成熟，雌性枪鲫鱼一次怀孕可持续至少5年的时间，并且它们的寿命可能接近1个世纪。在很多人看来，这种鱼无疑是一种非常稀有的物种，但让人意外的是，在枪鲫鱼活动的区域，当地的渔民曾一直将这种鱼晒干食用，直到科学家发现并对其进行鉴定之后，这种远古鱼才被保护起来。好，第3个，马蹄蟹。马蹄蟹也叫后，这种动物的祖先出现在距今约4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期，当时的地球上还没有出现恐龙，原始鱼类也刚刚问世。然而这种马蹄蟹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至今为止它们的外观仍保留着原始时期的相貌。现存的马蹄蟹多数都分布于亚洲沿海和北美沿海地区，在我们国家的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海域也有分布。这个家伙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它们的存活时间，而是它们的血液。马蹄蟹的血液中含有铜离子，在它们的血液中含有浓度约为每升50克的含铜蛋白质的血蓝蛋白，因此马蹄蟹的血液是蓝色的。它们的食物主要以一些小型甲壳类动物以及小型软体类动物为主，有时候也会选择吃一些有机的碎屑。对了，再有就是这个家伙还是一种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物种。成年的马蹄蟹通常都是一雌一雄成对活动，雄性马蹄蟹一般都会趴在雌性马蹄蟹的背上寸步不离，而雌性马蹄蟹则会经常背着雄性四处活动。人们通常发现它们的时候，一般都是2只在一起。据说如果人们将其中的一只雌性捉走，那么它的伴侣则会留在原地等待。如果雌性马蹄蟹不出现，雄性马蹄蟹就不会离开，相当痴情。好，第2个，鹦鹉螺。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个小家伙的直系祖先曾经是当时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它们最早出现于距今约4.5亿年前的奥陶纪时期，在这个时期，海洋曾被一种名为直鞘鹦鹉螺的物种所统治。这种鹦鹉螺的体型巨大，体长可达10米，它们游泳迅速，长有非常灵敏的触手。当时海洋里的大部分动物，只要被这种直鞘鹦鹉螺盯上，基本上是必死无疑。
直到邓氏鱼的出现，这种巨型鹦鹉螺才彻底失去海洋霸主的地位。后经过数亿年的演变，它们逐渐演化成如今的卷鞘鹦鹉螺。这种鹦鹉螺的体长最大可达26厘米，不过通常都不会超过20厘米。对比它们的祖先，属实显得有些渺小。不过别看它们的体型不大，对于一些小型鱼类来说，这种鹦鹉螺仍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猎手。因为鹦鹉螺是一种肉食性动物，主要食物都是以小鱼、软体动物以及一些底栖的一些甲壳类动物为食。它们主要都分布于西南太平洋的热带海域。对于一些小型鱼类来说，鹦鹉螺仍然非常危险。好，第一个，水母。水母这种生物其实早在距今约6.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在全世界，单是水母的种类就超过了250多种，它们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海域。这种动物看上去好像人畜无害，但实际上它们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物。大多数的水母都是肉食性的，它们主要以浮游生物以及小型的甲壳类动物和小鱼为食。在一些个别的水母身上还携带有毒性极强的毒刺。这个物种虽然看上去不可怕，但实际上非常凶猛。水母通常一旦遇到猎物，从不轻易放过，只要是它们有能力猎杀的猎物，水母往往都会对其进行猎杀。在马来西亚至澳大利亚一带的海面上，就生活了一种名为香型水母的水母。这种水母的毒性是世界上所有剧毒动物中最强的。香水母的触手上到处都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毒刺，一旦被它刺到，如果没有在4分钟内得到救治，几乎是必死无疑，非常可怕。所以说在海滩上遇到这种水母，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一个不小心被它刺到，就极有可能丧命。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罕见的动物是什么吗？你以为大熊猫就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了吗？你知道吗？在全世界，单是动物的种类就超过了700多万种，其中有很多是我们从未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的物种。至今为止，人类所能了解到的动物大约仅占100多万种。然而在这多达上百万种不同种类的动物中，有一些物种正在悄悄地走在灭绝的边缘。几千年来，由于人类的领地不断扩张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很多动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至今为止，有些动物的种群数量仅剩下不足10只，非常稀缺。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极度濒危的10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罕见的野兽。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西班牙猞猁。西班牙猞猁也叫伊比利亚猞猁，这是一种生存在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的一种特有的野生猫科动物，它是世界上数量最少的猫科动物之一。这种猞猁的体型普遍要比普通的猞猁小，它的体长也就在90厘米左右，体重最重可达30斤。它们主要都分布于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猞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皮肤颜色，它们的皮毛上有明显的类似于豹子的斑点，远看上去外观与豹子非常接近。它们主要都活动在一些有植被的山区或者短灌木丛林地带，通常都在夜间活动，白天一般都在树上睡觉，到了晚上才会出门觅食。这个家伙的视力和嗅觉相当发达，它们可以发现300米开外的猎物。在野外，这个家伙主要以一些小型哺乳动物、鸟类以及野兔为食，主要是野兔，有时候找不到野兔，它们也会选择猎杀小鹿以及羚羊等体型较大的动物。这种猞猁曾经遍布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但是到了20世纪，由于人类的过度捕猎、偷猎以及栖息地的碎片化，使得这种猞猁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早在2005年，这种猞猁的数量就已经不足100只。后经过研究发现，导致它们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除了栖息地丧失，最严重的还有猎物不足、食物缺乏，没有足够的野兔供它们捕杀。后来人们便开始对其实施了保护措施，截止到2021年，西班牙猞猁的数量从之前的不足100只，已经恢复到1000多只。好，第9个，戈壁熊。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生活在沙漠里的熊。这种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们生活在蒙古的西南部。从外观看上去，它与北美的灰熊很像，但是它可以适应戈壁滩的干旱环境，而北美灰熊却不能。由于其生存环境恶劣，再加上它们的繁殖率很低，通常每2年才会产下一只幼崽，而且生活在干旱的戈壁地区，恶劣的环境导致幼崽的成活率极低，因此导致这种熊的数量非常稀缺。要知道，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干旱的戈壁滩，夏天的最高温度高达46度，而冬天的最低温度可低至零下34度。在全世界所有的动物中，很少有动物能够承受这样的极端且多变的恶劣环境。况且在这种环境下，食物还非常稀缺。戈壁熊作为一种体重重达200斤的大型动物，必须需要有足够的食物才能供它们生存。而在这里，这种熊只能依靠一些植物根茎、昆虫以及一些植被为食。到了冬天，食物会更加缺乏。种种原因导致它们无法将种群繁衍扩大。截止到2022年，全世界现存的戈壁熊的数量可能仅有51只，非常稀缺。好，第8个，大黑马羚。
大黑马羚也被称为安哥拉大雕羚，这是一种类似于马的大型羚羊，它们原产于非洲的撒哈拉以南，仅分布于非洲的安哥拉。这种大黑马羚的体型很大，成年的大黑马羚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2米以上，肩高可达1.4米，体重最重可达400斤以上。但是它们头顶上那双角的长度最长就可以长到1.6米长，它们的外观看上去非常帅气。在安哥拉，这种大型羚羊是当地的国兽。这个家伙大多数都生活在一些热带森林和草原地区，它们属于群居动物，与绝大多数的羚羊一样，在野外它们的食物多数都是以植物为主。再有就是导致大黑马羚数量下降的原因，并不是自然环境所导致的，而是由于当地爆发的30多年的大规模内战所导致的。多年的战乱导致大黑马羚的种群总数不多于400头，成为世界上极度濒危的物种。好，第7个，中南大羚。中南大羚也被称为亚洲的独角兽或者亚洲麒麟，名字非常霸气。能拥有这么霸气的称号，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家伙的头上长着2只长达半米的尖角，从侧面上看上去好像只有1只脚，因此才被称为亚洲的独角兽。这种动物其实是一种大型羚羊，它们原产于越南和老挝。这个家伙的头体长度可达1.5米，肩高可达9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200斤。它们经常栖息在东南亚东部的一些相对潮湿的森林里，主要以一些树叶等植物为食。在它们的脸上长有一种特殊的腺体，这种腺体能够向外散发出刺激的气味，主要用来标记路线。在当地，一些偷猎者每次猎杀到这种中南大羚后，都会将它们脸部的腺体取下，用来入药，然后再将它们的肉以及角卖掉，以获取利润。出于利益驱动，之后便有越来越多的猎人去大肆捕杀这种中南大羚，最终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由于该地这些猎人多数都是传统的猎人，沟通难度较大，因此想要对中南大羚进行保护也变得非常困难。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计，截止到2009年，这种中南大羚的野外数量可能仅有几十只，非常稀缺。好，第6个，枭鹦鹉，它是世界上人类已知唯一的一种不会飞的鹦鹉。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伙的翅膀对于它自身的大小来说比较短，而且它的胸骨上没有龙骨，缺少了鸟类控制飞行的肌肉部位。这个家伙分布于新西兰的南部，它的体长可达64厘米，体重最重可达8斤。由于不具备飞行能力，因此它们只能生活在一些没有捕食者的地区。位于新西兰西南部的一个名为白垩岛的地方，成为了枭鹦鹉最理想的栖息地。这里很少有大型的掠食性动物出没，而且岛上到处都是枭鹦鹉喜欢吃的植物。对于枭鹦鹉来说，这里就是养老圣地。果不其然，舒适的生存环境使得它们的寿命长达58年，甚至有可能高达100年。因此，它可能也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但即便是这样，这种鹦鹉也被列到极危物种中，现存数量截止到2018年仅剩100多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的大量猎杀。由于其不像其他的鸟类那样具备飞行的能力，因此捕捉起来相对容易。早些年，这种鹦鹉在当地被大量猎杀，主要以获取它们的肉以及羽毛。它们的羽毛被人类用来制作价格不菲的衣服。久而久之，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虽然早在1891年人类就开始对其进行保护，但至今为止，它们的数量仍然非常稀缺。好，第5个，红狼。这是一种原产于美国东南部的一种犬科动物，它们的体型不大，成年红狼的体长最长可达1.2米以上，体重可达70斤。它的皮毛颜色通常比土狼和灰狼的皮毛更红，主要颜色多数都为肉桂红色和黄褐色。这种狼在成为濒危物种之前，经常活动在美国东部的一些森林和沼泽地区。它们曾经遍布整个美国东南部。后来到了19世纪初期，人们曾对这种狼进行大规模的猎杀，给这个物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到了1980年，这种狼被宣布在野外绝迹。之后，人们又在野外重新发现了14头野生的红狼，然后也对其进行了基因保护和圈养繁殖。通过动物保护部门的不断努力，到了1987年，人们又重新将繁殖的数百头红狼重新放回到大自然中。然而，即便是这样，仍有一些猎人继续对其进行捕杀，最终导致它们的数量再次下降。截止到2021年，除了圈养的红狼，在人们向野外释放的红狼中，仅剩8头还活动在野外，非常稀缺。好，第4个，苏门答腊虎。它是现存所有的老虎亚种中体型最小的老虎亚种。苏门答腊虎的体长也就在2米左右，平均体重也就在240斤左右。雌性苏门答腊虎的体长加上尾巴最长可达2.3米，平均体重也仅为180斤。这种老虎的皮毛颜色通常都较深，它们生存在苏门答腊群岛的热带雨林中，栖息环境包括森林与高山。在野外，它们主要以野猪、水鹿以及猴子为食。苏门答腊虎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是凶猛程度无言置疑，它们相当可怕。但是在1987年到1997年，这种老虎在当地就杀死了多达100多个人和至少870头人类饲养的牲畜。后来当地为了减少老虎与人类的冲突，便开始对苏门答腊虎进行大规模的猎杀。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苏门答腊当地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虎爪、
虎皮等老虎的皮毛以及骨头被做成的制品售卖。除了过度捕杀，再加上人类的入侵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导致苏门答腊虎的栖息地一直在不断的减少，并被切割成碎片化，最终导致野生的苏门答腊虎的数量急速下降。据估计，至今为止，野生的苏门答腊虎的数量仅剩下400多只。好，第3个，远东豹。远东豹也叫东北豹，这种豹子原产于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远东豹是北方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这种豹子的体长可达 1.4 米，体重接近100斤。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寒温带的阔叶林地区。远东豹一般都是独居生活，通常都在夜间活动。这种豹子的体型虽然没有非洲花豹的体型大，但性情可能比花豹更凶猛。远东豹的犬齿大而锋利，猎食也非常发达，它们可以越过6米宽的渠沟，也可以跳上3米高的峭壁。在野外，像一些野猪、驯鹿，甚至体型较小的黑熊，都有可能成为远东豹的猎物。但即便是这么凶猛的一个物种，也扛不住人类栖息地的不断扩张。据估计，截止到2022年，野生远东豹的数量可能不足100只，非常稀缺。好，第2个，爪哇犀牛。你知道吗？在1922年以前，我们国家曾经也生活着野生犀牛，这种犀牛就是爪哇犀牛。爪哇犀牛是一种独角犀牛，它的体型没有印度犀牛大。爪哇犀牛的通体长度最长可达 3.5 米，肩高可达 1.6 米，体重最重可达 2.3 吨。这种犀牛曾经广泛分布于亚洲地区，在汉朝以前，它们曾经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南部以及中原地带，而如今它们仅分布于印度尼西亚。这种犀牛是一种独居动物，通常它们都喜欢活动在一些野草密布的低地雨林环境中，主要以树上的叶子以及一些嫩芽为食。在很久之前，这种犀牛曾经遭到人类大量的偷猎，由于大量捕杀，导致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后来在爪哇犀牛的栖息地内又迎来了一次越南战争，战争过后，之前生活在越南境内的爪哇犀牛也几乎灭绝。截止到2019年，在全世界估计仅剩下72头爪哇犀牛，而且大多数仅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乌荣库隆国家公园，非常稀缺。好，第1个，小头鼠海豚。小头鼠海豚也叫加湾鼠海豚，它是所有现存鲸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成年小头鼠海豚的体长可达 1.5 米，体重最重也就在100多斤。它们多数都分布于加利福尼亚湾上游的一小部分，生活在水深不到100米的浅水区，或者底部有淤泥的浑浊的水域。之所以活动在这种水域里，主要是因为这种水域的食物供应充足，并且潮汐混合强烈，水中的营养度也相对较高。在水中，它们主要以各种底栖鱼类、甲壳类动物和鱿鱼为食。导致这种小海豚的数量稀少的主要原因就是捕鱼业。由于这种海豚的活动范围通常都距离海岸较近，因此它们经常会被人类的渔网捞到。一旦被渔网捞到，一些带刺的渔网就有可能将其划伤，而小头鼠海豚也可能因此丧命。再有就是这种小头鼠海豚的繁殖周期很长，并且一次只能产崽1只，数量本来就不多，稍微影响就会对其种群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据估计，截止到2022年，活着的小头鼠海豚的数量已经不到10只，非常稀缺。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物有多高吗？你以为迪拜塔就是地球上最高的建筑了吗？你知道吗？在全世界超过上百米的摩天大楼共有2万多栋，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我们国家。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些高达上百米的摩天大楼好像就已经够震撼了，但实际上世界上还有很多比这些摩天大楼还要高的建筑物。那么时至今日，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究竟有多高？今天这些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高的10座人造建筑，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下这些直上云霄的建筑。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乐天世界大厦，这栋大厦位于韩国首尔的乐天世界附近，它的总高度达到了555米，是韩国第1高楼，也是韩国第1座超过100层的建筑，同样还是首尔的地标性建筑。该大厦于2010年开工建设，到2016年完成封顶，它共有123层，建造成本高达3.8万亿韩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200亿。这栋大厦在2017年刚建成的时候，曾是世界上第5高的摩天大楼。后来随着一栋又一栋的高楼拔地而起，这栋大厦的排名也就比较靠后了。但如果按照建筑顶部的高度排名，它仍是世界上第6高的摩天大楼。但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主要以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为主，并不单指摩天大楼，其中包括高塔以及信号桅杆。所以乐天世界大厦在全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建筑物中，并不是第6位。这栋大厦的主要用途就是饭店、住宅、办公以及大型商场。在大楼的顶部还设有名为首尔天空的观光区，内部还设有各种娱乐设施，非常豪华。好，第9个高银金融117大厦。
这栋大厦位于我们国家的天津市西青区，它是天津最高的一栋大楼，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结构高度最高的楼。所谓结构高度，主要指的是房屋的整体结构高度，也就是说不包括楼顶上的天线高度或者钢架高度。但是这座大厦的结构高度就达到了596.5米，它的总面积约为84.7万平方米。该楼于2008年开始建造，一直到2015年才完成封顶。在当时，它的结构高度一度成为了世界上第2高的大楼。这栋大厦共有117层，它坐落于天津市的中心商务区。最初的功能定位主要以办公、酒店、旅游观光为主。在它的93层以上，准备设立超5星级酒店；115层定为空中高级会所，并且还打算设立天津市唯一的空中游泳池。游泳池一旦建成，这就是世界上距离地面最高的空中游泳池。在116层的夹层处，还准备设立世界上最高的观光厅以及大型餐厅。117层为可旋转的特色酒吧以及咖啡厅。整体来看，这简直就是为一些超级富豪提供的一个空中娱乐场所。然而遗憾的是，这栋大厦在2015年封顶至今，一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至今为止，整栋大楼尚未完工，并且无人居住。由于其超高的知名度，2015年9月，这栋大厦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上最高的无人居住建筑。好，第8个，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这栋高楼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它是深圳最高的楼，也是中国第2高的楼。在全世界的摩天大楼中，它的高度排名第4位。这栋大楼的高度达到了599.1米，它位于深圳福田的中央商务区内。这栋大厦于2009年开工建设，到2015年封顶。原计划是在楼顶加装一根长达60米的天线，成为中国第1高楼。然而由于天线可能会影响到飞机的路径，因此便放弃加装。如果当时加上那根长达60米的天线，那它就是中国第1高楼。在这栋大厦的第116层是有一个名为云际观光层的观景台，这里的高度达到了海拔547.6米。站在这里可以360度欣赏周围的风景。大厦内部还配备了33部双层电梯，这种电梯的运行速度可以高达每秒10米，从1楼到观光层仅需55秒。好，第7个，广州塔。广州塔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它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广州塔全称广州新电视塔，由于其独特的外观，也被称为小蛮腰。这座塔是我们国家的第1高塔，它的总高度达到了600米，其中塔身主体高达454米，天线桅杆高达146米。在2013年之前，它曾是我们国家最高的建筑物。这座塔可以抵御8级地震以及12级的台风，设计的使用年限超过了100年。塔内还设有很多娱乐设施，包括户外观景台以及摩天轮等等游乐项目。特别是户外观景台，在塔身的488米处设有一个名为云霄488的观景台，在2013年，这里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上最高的户外观景平台。另外，在塔顶的450米处还设有一种轨道摩天轮，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横向摩天轮。这种摩天轮由16个透明观光车组成，每个观光车内可搭载4到6个人。观光车沿着塔顶的边缘轨道进行行驶，在这里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广州的景色。当然，在了解这些娱乐设施的前提下，千万不要忘记了广州塔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发射塔。在塔身的顶部设有发射机房和发射天线，主要就是用来向外发射电视以及广播等微波信号的。好，第6个，麦加皇家钟楼。这栋大楼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加，它是沙特阿拉伯最高的建筑。整栋大楼由众多大楼组成，其中最高的带钟表的那一栋高达601米，在距离地面400米处还设有4面钟，每个钟的表盘的直径就达到了43米。但是这座大钟的时针就长达18米，分针长达23米，用肉眼在25公里开外就可以看见。巨大的表盘使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钟表。不仅如此，在这座大楼的最顶端还设有一个包金的弯月，但是这个弯月就重达35吨，耗资9000万阿联酋迪拉姆，换算成人民币约为1.7亿。整栋大楼的建造成本约在150亿美元左右。它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钟表称号，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饭店称号。没错，就是饭店。这栋大楼的主要用途就是酒店以及住宅，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接待每年前往麦加参加朝觐的数百万朝圣者，提供住宿。除了酒店，钟楼内部同样也设有各种购物中心以及娱乐设施。好，第5个 KVLY 电视塔。这是一座高达628.8米的电视信号传送塔，它位于美国的北达科他州。整座塔的塔身多数都是由钢铁搭建，搭建完成后，但是使用的钢材重量就高达380多吨。由于其高度太高，在电视塔的周围，人们利用拉绳将其固定，以此来增加塔身的稳定性。该塔搭建于1963年，
建造期间用时33天，并且仅有11名工人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在1963年到1974年间，它曾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这座塔要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以及胡夫金字塔，再加上华盛顿纪念碑的高度总和还要高。在这个高度下，一旦失足滑落，我们的身体将会以每小时400多公里的速度撞击到地面，说是粉身碎骨也毫不夸张。然而就是这么恐怖的高度，在当地却有人每年都会爬到这座塔的最顶端。当然，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找刺激，主要原因就是爬上去对电视塔进行检查以及维护。因为在电视塔的最顶端，往往都会装有航空警示灯，而这些警示灯需要定期的更换或者维护。在维修期间，就需要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爬上这种高达600多米的高塔。当然，干这种工作的人回报通常都非常丰厚。好，第4个，上海中心大厦。它是中国第1高楼，世界第3高楼。这里解释一下，上海中心大厦虽然是世界第3高楼，但并不是世界第3高的建筑物。也就是说，在全世界所有的摩天大楼中，上海中心大厦位列第3位。这栋大厦位于上海市陆家嘴的金融贸易区，它的总高度达到了632米。除了大厦高度位居世界第3，在这栋大楼的内部还装有世界上速度第2快的电梯，它的最高上升速度高达每秒18米。仅次于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的电梯。上海中心大厦于2008年开建，并于2013年封顶，观景台到了2017年才对外开放参观。观景台位于顶楼的118层，名为上海之巅观光厅，这里距离地面高达546米，是世界上距离地面第2高的观景台。与其他的摩天大楼观光厅一样，站在这里可以360度俯瞰繁华的大上海，享受上海之巅的体验。除了观光厅，大楼的主要用途多数都为办公、酒店以及其他的各种商业设施。整栋大厦的建筑主体为128层，地下停车场有5层，在大楼的内部还装有一个全球最大的阻尼器，名为上海汇演。但是这个阻尼器就重达1000吨，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就是每当强风来袭，摩天大楼就会晃动。然而装上这种阻尼器就可以削减高层的晃动，以此来保持楼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业内人士称这种大型阻尼器为镇楼宝器。好，第3个，东京晴空塔。这座塔位于日本东京的都墨田区，它的高度达到了634米，仅比上海中心大厦高出2米。这座塔在2010年成为日本最高的建筑物，并于2011年以634米的高度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塔式建筑。这座塔的作用主要被用来发射无线电信号以及电视广播信号，是一座电波塔。该塔于2008年动工，到2012年完工。最初建造这座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东京市中心高楼林立而造成的电波传输障碍。因为在东京晴空塔建造前，一直是高达333米的东京铁塔在为当地的电波信号做传输工作。后来随着市中心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阻碍了电波传输的效率，才又重新建造了一座高达634米的东京晴空塔，以取代东京铁塔。这座塔在日本也被称为东京天空树，但是由于天空树这个名称在我们国家已经被注册过，所以在2012年这座塔的官方中文名才被改为东京晴空塔。在这座高塔的350米和450米处，同样也设有高空观景台，站在这里也可以360度俯瞰东京的景色。再有就是最初建造这座塔的时候，高度原本定的是610米，但是日本想谋求世界第1高塔的称号，所以在之后的建造过程中，最终决定将高度定为634米，成为世界最高的塔式建筑。好，第2个，莫迪卡118。莫迪卡118也被称为吉隆坡118大厦。这栋大厦位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它的高度达到了678.9米。一旦建成，它将超越上海中心大厦，成为世界第2高楼。在这里解释一下，今天的视频我们主要以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排名，并不是最高的高楼排名。如果按高楼结构排名，上海中心大厦其实就是世界第2高楼。好，那么这个莫迪卡118大厦的结构高度其实并没有上海中心大厦高，它的楼顶高度也就在508.9米，而上海中心大厦的楼顶高度则达到了587.4米。如果按结构高度来看的话，上海中心大厦其实还是世界第2高楼，但如果按最高的建筑物来看，那马来西亚的这栋莫迪卡118一旦建成，就会成为世界第2高的建筑，因为在这栋大楼的顶上还装有一根长达170米的天线，加上天线的总高度达到了678.9米。这栋大厦也是凭借着170米高的天线，超过了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以及634米高的东京晴空塔，成为世界第2高的建筑。对了，再有就是这栋大厦虽然已经完成封顶，但还没有正式运营。好，第1个，哈利法塔。它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物，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哈利法塔也叫迪拜塔，它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市中心，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哈利法塔的高度达到了828米，从2009年封顶以来，它一直持续保持着世界第1高建筑物的称号。
这栋大楼自建造到完成，共使用了33万立方米的混凝土，以及6.2万吨的强化钢筋和14.2万平方米的玻璃，造价高达15亿美元。它除了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以外，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楼层，以及世界上运行距离最长的电梯。哈利法塔的楼层总数达到了162层，主要用途与绝大多数的大厦一样，多数都以豪华酒店、办公、商店以及豪华住宅为主。之所以附加上豪华，是因为在酒店的旁边设有144座公寓住宅，在这些住宅的内部，无论是家具还是其他的电器，全部都是使用的世界上最顶尖的品牌，价格非常昂贵。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